好，那我们继续看，来看到第5节，我们准备做一个实验的测试哈。好，那这个实验测就是找一个例子啊，把承接前面那个例子啊，就说我们看一个3E 的 neural network 啊，那它 is proposed as follow， 就是这个长相有没有？那我们呢给2个 learning pairs， 就前面那个例子好的 learning pair。好，那这个 pair 的里头的话，前面讲过，我们就造一个什么？找到这一个有没有 lambda maxima 等于2，所以我们就取它导数1/2，2等于 0.5， 所以我们就选怎么样？选这个 learning rate 等于 0.4 which satisf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就满足这个收敛的这个公式，没有问题。好，我再重新解释一遍给各位看。好，那例子都在这里哈，各位可以仔细的看一遍。所以第一个 epoch， 我就 initial weight， 我就一开始给000。很无聊，就说一开始这3个都给它000，那给它000呢，我就开始来算，带进去先算我们的 error 出来，等于1，等于1的话呢，新的 weight 就是 W1 等于 W0 再加上我们的那个公式，有没有？我们的公式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多对1，所以就不用转字，所以好了，进去的把它带进去公式各位再怎么样再 fit 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变化有没有？公式我这边就没有再写出来给你们看哈。那不熟悉呢，再回去翻一下前面的讲义，有没有？公式其实都已经写出来啦。那只是计算。那计算这个都是我自己先做的哈。那如果算不对的话，你们在网络上再跟我回应哈。那因为我这边就是责任要把它整个流程跟你们讲清楚说明白哈。好了，那这个新的位的等于 0.8 负 0.8。那接下去呢，我就进到怎么样？第一个 epoch 的第2对，就是说我那个 learning pair 还没有，那目前的位的就刚刚取的是这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的第一次，因为它是从0开始嘛，所以我们就用1、2、3这样往下跑。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好了，我们的误差一减的负的0点怎么样？负的 0.2， 好，负的0的新的 weight 没有带公式，等于是第一次。再加上这个 delta 这个我们的 increment 就变成第2次，所以就把这个第一次 initial weight 的 0.8 负 0.8 带我们的公式进来那我们的 p 第2对的话是什么？负1，所以算出来结果是这个值，有没有看出来好，勉强可以，再往下带有没有？那往下带等于到第2个 epoch， 好，那第2个 epoch 等于说这等于是第2轮回了。那这时候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第2个轮回当下，这个叫当下有没有？当下位就等于上一次被改过的 weight 0.96，负的 0.96 0.64。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怎么样呢？我们就求它的误差。好，因为有 weight 的话，我就可以算出我的 physical output 有没有？那我的 target 也知道了1减去怎么样？这个我们当下跟这个做内积有没有？所以结果得到什么样？0.36。那 0.36 怎么样呢？好，我们 new weight 重新改，所以等于是说从现在 k 等于2要进到怎么样 ？k 等于3，所以我就把前面的这个当下的 weight 再加上我们怎么样？我们的那一个最负方向的那个 gradient 就所得出来的这个值有没有？算出来是这个值。这个算得好辛苦啊，确实是很辛苦，算起来是确实有辛苦有没有？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怎么样？继续算啊。所以 continue to fit the data until a large of enough time we have。因为我就偷懒的因为理论上你们应该用什么 Python 或者什么语言去写，所以后续也许我们会出一些作业让你们去跑。那我们再设计一些可以真的跑的那个 source code，让你们下载回去玩玩看。所以经过多次之后呢，收敛成100，因为我们取的那个 learning rate 是会让它收敛，所以最后我们的 weight 你可以看到。So this is 什么 the proposed neural network finally converge to a stable status。它最后变成怎么样？变成是一个完整收敛的什么？收敛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所以就变得很简单，有没有？变得很简单所以在这一章里头的话，我大概就已经花很多时间把各位
正规一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慢慢讲，会花很多的时间讲那些例子哈，那再慢慢推那些数学式子。好，那因为我在推的过程里面，我已经很仔细的打给你们看了，把它呈现在网页上面哈，这个各位回去的时候就可以仔细的看。那仔细的看就是你必须要再把那个整个过程自己呢拿笔出来，怎么重新再这个认真的学一遍这样哈。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去跑它确实可以跑出很好的结果出来。所以一个那么好、那么重要的理论哦 ，LMS 理论呢，我们就用一个短短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也还差不多50分钟左右嘿，就把它讲完了。那细节的部分呢各位还是有机会呢再回去看我后面这本怎么样？这本课本哈，这本课本里面它也还不错哈，它有很多的那个详细的怎么样？详细的规划哈。那有些符号被我修改过了哈，因为我有自己的符号的癖好，还有我自己的写作的那个手法，那比较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哈。弄懂我的东西以后呢，再去看相关的文献跟看相关的论文的话，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所以我们第一个那么完整、那么具有学术性质，还有包括一个传统的一个技术的 LMS 的演算法呢，就先在这边结束哈。那后面呢，我们还会再讲更难的那个 backpropagation 的那些演算法哈。那希望同学呢，先把第3章、第4章先认真学好，把这个基础打实了以后呢，我们就有办法学我们后面准备讲的第5章的这个 backpropagation 哈。那希望同学把完整的 neural 的那一个 supervisor 就是监督式的学习法的那个几个重要的理论那包括它几个重要的技术跟重要的演算法都学会了。那后面你再去学其他的演算法，包括我们未来也会在下半场会再教那个深度学习的一些应用的演算法，都会有更驾轻就熟，可以学起来的更会扎实哈。好，那我们这一章呢就先到这边结束。